来，我们来体验一下按摩。我们来体验一下按摩。这样子按。OK， 这个按摩椅的功能呢，其实我上一次体验到啊，也是 Aura 系列，就是 Aura Good Cat。然后现在 Aura 带来马来西亚的第2款车型 Aura 07，也是有按摩椅，可是从原本的1张变成2张了。Passenger side 也是有那个感觉。你现在 feel 到是怎样？爽吗？爽。我也是感觉很爽，有顶到吗？有顶到了。我也是有顶到。顶到对的位置，就是那个位置。哎。影片开始前，就让我们来看一下70迈的最新产品70迈 A810。70迈 A810，它是一个支持拍摄4K HDR 超高清的行车记录器哦，而且它的主摄镜头啊是来自 Sony 的 Starvis2 IMX678 的镜头，它是可以支持高达60 frame per second 的帧率哦。一般上电影院播放的电影都是24 frame per second， 而70迈的 A810呢，它是可以支持比它们高3倍的帧率啊，也就是说你在高速行驶的情况下，有一些车他们用高速切入你的车道，还是可以清晰的拍摄得到他们的车牌号码，还有他们的车的动态。所以如果发生什么碰撞意外的话，是更加能够保障整个画面的画质清晰度。除了前方非常好料的主摄镜头以外啊，在后方的镜头呢，它还是一个全高清的 HDR 后方拍摄镜头，所以你们可以想象得到，它拍摄出来的画面是非常的高清的。AI Detection 功能还有超级夜间模式呢，这一次在A810上面也是搭载的哦。如果你要远程监控你的车的话，也可以买70迈的4G Hardware Kit 哦。不管你去到天涯海角，都可以知道你的车当下的状况是怎么样。这一点真的太 good job 了。如果你们想要买到这个非常好用的70迈 A810的话，都可以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找到它的购买链接，点击进去你们就可以查看 A810的价钱了啦。这样好看的产品，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阿豪 ATS。今天要带你们来看一款很可爱的车，讲它可爱又可爱不完，也是很帅气一下啦啊！当然讲到可爱，相信很多人马上头脑就会浮现我身后这一台 Aura Good Cat， 这一台就是来自长城汽车 Great Wall Motor 的 Aura Good Cat Aura 系列的第1款车，在马来西亚售卖的电动车款。那今天马来西亚的 Aura 系列迎来了第2款车，就是 Aura 07啊。这个 Aura 07呢，之前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已经有看过了，在中国那边呢，这一台车叫做 Aura 闪电猫 Lightning Cat 啊，它是一款电动车。来到马来西亚，它不叫闪电猫，它叫 Aura 07啊，也是一个很好记的数字号码车型。这一台车呢，我们可以从车头这边看到它的整个 design 设计语言，跟我们之前拍过的 Aura Good Cat 长到就非常的像。如果你错过我之前 Aura Good Cat 的影片，都可以点击影片右上角这个 link 过去看一下。那台车呢，我们之前就有拍过长途旅行啦，上过云顶啦。那这一台车呢，有机会我们也会跟厂商借来长途行驶，上云顶啊，说不定也可以拿来跑一跑蛇棒啊！我真的是跑蛇棒跑上瘾啊，什么车我都要拿去蛇棒撸一下就对了。讲到 Aura 系列呢，那个可爱的造型在这一台车上就比较少一点点了。我们从车身侧面可以看到，这台车是一个溜背车型，是一个 fastback design， 然后这个 fastback 啊还内有乾坤啊，就是来到它的尾箱盖上面，这边有一片玻璃呢。好像玻璃一样的东西，总之它是跟这个车顶哦直接连接到下面来，这一个东西就是它的小尾翼，而且还是可以升起来的。像什么车？没有错，就是像 Porsche 的 Panamera 这一台车呢，很多人就觉得它是一个 Panamera 的青春版啊，也是一个可爱版啊。我觉得这样子的讲法没有错诶。整辆车我们从侧面这样看过去啊，就是有一点点 Panamera 啊第1代的那个既视感。这个门把手呢，在启动车了过后行驶的时候，它会往内收，这个减低风阻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我们那时候看到这一台车的时候呢，它的 Sport Rim Design 我觉得不好看。那时候我就心想，这辆车如果引进马来西亚有这个 Sport Rim 的话，我100%会跟它换掉。可是现在不用换 Sport Rim 了，这个 Sport Rim 看起来就是很好看诶，一个银黑撞色的 design， 然后轮胎尺寸呢是用235 50R18的一个尺寸，18寸的 Sport Rim， 然后是5个洞的啦。相信大家看到这个外观都是比较两极化的啦。有人会觉得很好看，很 grand， 很可爱；可能有人会觉得不好看，很老气。其实不是老气，懂吗？这一次 Great Wall 它带来的就是一种 old school 复古风，可是又是一个现代感复古的一个设计风格。OK， 当然这台车它一样配置了非常主流的360的功能啊，我们可以在它的 side mirror 下
下方这边看到有一个镜头，这个镜头呢是有一点点往外凸的，可能大家会觉得有一点点突兀，可是我觉得还好啦。比起有一个日系品牌啊，很不舍得给360的那个品牌啊，哇，它的那个每次在 passenger side 的那个凸出来那个更丑。然后这个地方呢，好像一个打油盖这样，其实不是打油的啦，它是一个充电插槽，这边是可以支持 AC 还有 DC 的这个充电孔。这个插孔呢，在马来西亚大部分的充电站都可以用得到啊。如果是你买一些进口的 Recon 的日系车，它的那个充电孔就要用 adapter 才可以。OK， 来我们来看这个车头灯，这个车头灯可能你们会觉得跟 Aura Good Cat 的长到一模一样啊，其实不一样啊。这个车头灯啊，看起来是更加的高档，这个里面的这个水晶设计，我个人觉得很好看，我很喜欢。然后当然外面这一圈呢，跟 Aura Good Cat 一样，是一个 daylight 的设计啦。然后这一台车是没有 fog lamp 的，下面没有那 fog lamp 的位置。bumper 方面呢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进风口啊，毕竟电动车嘛，所以它不需要那么多的散热。引擎车、汽油车的 bumper 通常都会很多个洞洞啦。这一台车的前方 bumper 看起来就会比起汽油车来的更加的简洁干净。所以这个前脸你们觉得怎么样呢？你们喜欢吗？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告诉我。我个人觉得这个前脸啊，其实跟它的车尾有一点点match 不到，因为这个前脸给我的感觉就是可爱，很有可能是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概念啊。因为 Aura Good Cat 的前脸也是长到差不多这样子。来到这个车尾部分呢，你们看这个尾灯的造型，非常复古风，可是又不是那种豪华车的感觉哦，我讲不出那个感觉嘞。它给我的 feeling 就有点像 Bentley 的那一种 feel。如果你从这台车的正后方这样看过去的话，又有一点保时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外观，尤其是后尾跟前面的脸，有一点点难 match 啊，但是整体来看的话还是不错的这个设计。画面一转，我带你们来到 indoor 啊，因为刚刚在外面 outdoor 那边呢人比较多啊，虽然 indoor 人也是很多，可是外面那边太热了，所以带你们来舒服一点的环境，是不是在画面上有感受到一点凉意嘞？没有错，现在里面是冷气的啦。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 spoiler 啊，在这边就被展开来了啦，这个 spoiler 是被举上来了的，举上来啊，然后这个灯也亮起来了。在 indoor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圈圈非常的好看，好看吗？好看，喜欢吗？喜欢，你怎么一直出现？因为我要你买一辆给我。屁啦你！OK，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点紫灰色，这个颜色呢，我觉得算是不错，它有一点点像 Proton 的那个 Galaxy Grey 啊，可是这个颜色呢，看起来它是更加的呈现那个紫色，呈现的更加明显。然后我们在尾灯这边可以看到，除了这个圈圈呢，它的中间啊，这个钻石形状哎，看起来就是很好看。除了车尾灯，在车头灯方面，如果亮起来过后，也是一个很好看的设计。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车头灯，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啊，就是一个这样子钻石型的，我觉得很美，好像那个 hotel 啊，高档旅店的那一个吊灯这样子。很漂亮，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哦，不知道你们在画面上有没有发现到，就是这一台车呢，现在这个车门是打开来的，然后没有门框。这一台车因为它是一个 Grand Coupe 嘛 ，Coupe 就要有那种跑车风格，没有门框的设计。比起另外一家最近刚拍的那个对手呢，它的是有门框，这个看起来就更加 sporty， 更加运动气息更加浓烈啦。然后当然这台车呢，除了有这个可以升降的尾翼，我们点开它的这个尾箱盖哦，它也会自动开起来，它是有一个电动尾门的功能，而且这个尾箱空间啊，我觉得还算不错的嘞，是可以放 golf bag 没有问题，放旅行的一些行李箱啊，放我的拍摄器材也是 OK 的，而且摸上去它的手感非常的好，它是那种软软的棉质哎。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下面的盖打开起来呢，没有后备轮胎，是有给补胎器跟补胎剂，然后在上方这边有一个这个三脚架啦，当然它是一个电动开启的嘛，关的方式也是一样，点一下就可以把这个尾门关起来。这个尾箱啊，真的 very good job。刚刚我们就把 Key Auto 的小姐姐塞进去都没有问题。OK， 我们从刚刚的 Indoor 又跑出来 Outdoor 这边了，因为 Outdoor 这边呢又没有人了，可是旁边多了一个人，介绍自己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 Q 周颖莹。如果你们要看到他的话 ，IG 这边有。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辆车的 Interior， 顺便我们来问一下颖莹，这个 Interior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见解啦？我觉得这个 cup holder 有点少啊，它只有一个嘞。你看，这个是给单身用的车，可能是因为它要把这个空间做到比较 grand， 比较高级，所以这里只有一个置杯架。这个 meter 呢，它是一个正圆形，然后旁边两个半圆形这样子，可是它是 Full LCD 的啦，就是全彩荧幕，看起来有一点像保时捷的那种既视感，好像驾 Porsche 这样。我觉得这个 meter
加上整个 interior 的这个布局，看起来就是很简单又不失高贵，我个人很喜欢啊。那你觉得这样子的 interior 你会给多少分数？我个人觉得啦，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有很多 button 这样子的。可是今天看了这一辆哦，虽然它的 button 很少，可是它看起来就简单、简约而高级。没有错，它一切都非常的很极致的简约。它 steering 也是很美。对，真的，它 steering 很漂亮。然后这个关门，哇，这个声音你看 solid 的。通常这种 frameless 的车，好像我的 Subaru BRZ， 关门啊就是一个这个砰。OK， 现在就是要来体验这辆车的后座。我们坐前面呢，开车的时候，我们如果是拍拖啊还是怎样啊，就不太方便嘛，我们要集中精神。可是如果我们坐在后座的话，我们就可以比较集中精神的、专心的开车。Key Auto 的Eden。来，你觉得这个后座怎么样？觉得后座那个腿部空间比较多，可是就是那个头部空间呢就比较窄。好像我这种身高183的啊。可是它的这个头枕哦，这个头靠在上面，我觉得还是蛮 OK 的，很舒适。然后这个椅背倾斜角度啊，整个坐起来那感觉也是 OK， 人体工学很好啊。不过就这个脚啊，你看到吗？这个位置我的脚就塞不进前面的这个椅子下面，有一点点窄啦。不过这个位置 OK， 距离很远。然后这台车的皮革呢，我觉得啊，前座跟后座它的发泡棉设定是不一样的，后面比较 soft， 后面比较软，然后前面好像会比较硬一点点，可能是为了给你比较好的驾驶回馈。当然有冷气出风口，可是没有冷气温度的这个调节。现在暂时还不知道这台车卖多少钱呢、已经开放预定了这辆车。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到长城汽车的网站，我会放在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那边可以去预定，可以去了解更多详情。今天这辆车大概就先讲到这里了，因为我们没有的上路试驾，这辆车还没有注册。接下来这辆车注册过后，我们会跟长城借车，把这辆车开上路试驾体验。我是 Rider ATS 的阿豪，我是 Key Auto 的莹莹，我是 Key Auto 的Eden。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动下去。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了 ，Goodbye。